戒色第0天，就在刚刚，我又破戒了。这么多年一直被不良欲望缠身，一次次让我深陷空虚自责。破戒后的我想了很久，我准备彻底的做出改变了。我觉得色的本质就是多巴胺陷阱，欲望产生的多巴胺水平极高，带来的短暂快感，但过后便会跌入多巴胺低谷。在这种低谷期，整个人会变得特别没有动力，情绪低落，甚至开始寻找更多的刺激来填补自己的空虚，比如熬夜打游戏、追剧、无意义的娱乐。这个过程让人不断的消耗精力和时间，陷入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。长期的放纵自己，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影响。身体上，我的注意力不集中，精力涣散，甚至视力向下，体力不好。心理上，我感到焦虑、自卑，时常陷入深深的耻辱感中，生活质量全面下降。我对身体的掌控力越来越弱，很多工作都无法专注完成。当我没有意识到欲望对我的影响时，我一直都处于这种恶性循环当中。正如古人所说，色是少年第一关，年少之时戒之在色。我才19岁，如果我不能合理的管理欲望，我就无法成事，即便一时成事，很快就会败落。子曰：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欲望是本性，戒色就是要符合中庸之道，过犹不及，不可过度压抑，也不可过度放纵。我认为的戒是通过管理自己的情绪，通过正当的方式，通过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有益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的欲望，这才是正道，才是戒的本质。我戒不仅是为了改变不良习惯，更是为了重拾自我，掌控生活，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我要戒是为了把我的身体变得更好，让我的工作更加专注，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都推向新的高度。没有好的身体，一切都是虚无，没有完成该做的事，生活也无法改变。所以我要开始改变了，我要学会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欲望和诱惑当中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拿回自己身体的掌控权，我要做自己，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我将挑战100日筑基。我决定记录自己戒色从0到100天的全过程。我会记录自己每天的真实感受和状态，分享自己从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。我会从直观的角度，从视力、体力、智力、自律这多个角度，看看戒色100天后到底能有哪些改变。目前我在网上并没有看到一套完整的100日戒色记录。我觉得会有很多人尝试过，但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。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真实记录，完成一种既能够帮助自己，也能够帮助他人的作品。教学相长也，既自助又助人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今天是我开始的第1天，我知道这个过程就会很难，但我一想到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在这条路上，我会觉得并不孤单。所以说，一起加油！这是一条关于戒色的视频，请各位男性朋友一定要看完，里面隐藏着影响你未来健康生活的秘密。这个视频我直观地测试了我开始戒色时的体力、视力、容貌、心态的水平，看看戒色100天后到底会有如何变化。下面给大家分享我的详细测试过程以及结果。首先是视力方面，我来到了3个月前配眼镜的地方验光。经过一系列操作，我们成功拿到了验光单。观察结果，我们得到了以下数据。100天后，我们再次测试，看看增长速度是否下降。容貌方面，我记录了我的皮肤状况以及整体样貌，可以看到我的眉心处有明显的痤疮，鼻子上也有明显的痘印，以及黑眼圈。整体看起来就是这样，会显得有点没有什么精气神。这就是我戒色初期的容貌，期待未来的改变。再者就是体力方面，在戒色第3天时，我测试了我尽力跑3000米的配速以及心率，结果如下。看看100天后会如何。在心态方面，我通过挑战主动去认识10位女生，看看自己当时的心态以及结果如何。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会有争议，就是为什么在戒色还要去接触女生。我纠正一下，戒色不是为了排斥异性，也不是为了压抑自己与异性正常交往的这种权利。戒色的核心是通过管理欲望，掌控自我，建立更健康、更积极的生活方式。我通过去
挑战主动认识女生的目的，是为了更直观地测试我戒色初期的这种社交自信，以及我管理欲望的能力。我是否能够理性的、自然的和女生交流，而不让欲望去干扰我？以下是测试结果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是以失败告终。金茂大厦楼下3件套这边，然后完成我们的挑战。这2位女生她类似于是拒绝了，但是呢后面也答应我们就是一起出镜的一个请求。你们是拜拜。那个我还不刷那个。刚刚我们又去问了一个女生能不能认识一下，但是结果非常的不好啊，她很严肃的拒绝了，并且让我当场删除我的拍摄。所以说我们10个就已经10次机会已经到此结束了。一共是成功5次，失败5次。过去我总是带着过多的执念或者偏见去与异性接触，这种心态不仅让我感到紧张不安以及不自信，也让对方感到不自然。而通过戒色，我发现自己能够放下这些年的执着，把女生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来看待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自己的状态更加自然轻松了。因为自己的自然和轻松，也让对方感到了轻松和真诚。所以说，戒色对自己心态上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。当你放下心中的执念以及偏见，下定决心要戒时，你的心态和自信程度会立马提高一个层次。记录完初期状态，接下来就是戒色之路的真正开始。我将陆陆续续分享自己从0到100天的戒色进展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一路上的改变。科学戒色，管理不良欲望，一定是一件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发了第一条作品后，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，希望大家能够一直的坚持下去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加油！戒色的100日筑基已经完成10天了，我有哪些变化？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，那就是我重新找回了自我掌控感。这种掌控感带来了精神、身体、心态上的正向改变。特别是心态上的，今天我就从这些方面来给大家聊聊我的真实体验。首先，我最大的感受是精神状态的逐渐提升。戒色后，我发现我的大脑思路更清晰了，专注力也显著增强。过去高强度思考半个小时就会感到疲惫，现在可以坚持1到2个小时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去做事，而是能够主动去找事做。工作效率提高了，抗压能力也更强了。其次是生活习惯的改变，戒色让我更有动力去调整作息和一些行为习惯，比如以前总是赖床到中午才昏昏沉沉的起来，而现在我能够凭我的意志去掌控自己的起床时间，让我减少在床上那种内耗让我更早起床，有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比如锻炼、学习。再说说身体上的改变，我在容貌和体力方面都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。首先是容貌吧，我这种眉心处的痤疮和一些痘印明显的减少了，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更好了。然后是体力，我在第3天和第10天时分别测试了我3公里的跑步成绩，结果如下。可以看到，在心率几乎相同的情况下，配速得到了些许提升，并且跑完之后，我整体感觉也没有第一次那么累了。最后，也是我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部分，就是心态的改变。过去，我总是被各种欲望牵着走，内心浮躁，对很多事物都缺乏耐心，不断的追求即时快感带来的刺激。但戒色让我重新掌握了内心，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干扰，不再那么容易被自己的欲望控制。这种心态上的改变让我开始体验到对自己心念的掌控感，这种掌控感让我感到一股从内而外的愉悦。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变得更加积极了，
也更愿意去面对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挑战。10天的变化让我意识到，戒色它不仅能够带来身体上的改变，还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内心。这种掌控感让我更加健康、更高效、更自信，也更愿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。虽然这些改变还不够显著，但事实证明我在往更好的方向走。如果你也渴望改变，不妨先试试从戒色开始，通过掌控管理不良欲望，减少不良行为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面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会坚持记录自己身体和心理的进步，以及一些戒色心得，用行动证明戒色给人带来的好处。下定决心戒色，这将是我人生做过最有意义的决定之一。最近我也听到各种质疑，但是只要我认为对的事情，我将会一直坚持下去。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加油！我是潘托，面对批判质疑，下调视频将正本清源，讲述戒色本质。我居然被某一说是戒色界的叛徒，那么趁着这次被刻意混淆概念和批评的契机，我来讲述一下戒色的本质。戒的意思有很多种，有防备的意思，也有使警醒而不犯错误的意思。某一断章取义，只用了第三种，把戒色与戒烟戒酒归为一谈，这明显是错误的。这样的选择性解读不仅偏离了戒色的本质，还陷入了类比谬误。回到戒色本意，首先戒最早出自甲骨文，表示一个人双手举着武器，本意为警戒、戒备。《说文解字典籍》中写道：戒，警也。戒最初的意义是指防备、戒备。那么戒色是何意呢？这一词最早出自《论语记事篇》中的君子三戒。子曰：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气血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这句话的解释是，君子有3种事情需要警惕。年少的时候气血还不成熟，要戒备对女色的迷恋，警惕美色。戒色当中的色是迷恋，是一种念头、想法、心念、欲望，这都是思想层面的，并不是一种行为。戒色是戒备心念，警惕不良欲望。戒烟戒酒前面是有一个动词的，比如戒抽烟和戒喝酒，这里的戒是用在动作上面的。某一直接把戒色与戒烟戒酒混为一谈，这是明显的偷换概念，进入类比谬论。戒色这一思想层面的东西，怎能和戒烟戒酒这种用在行为上的戒相提并论呢？戒在思想层面只能用防备、警惕的意义来解释。王阳明先生曰：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怎么我所谓的心念在某一这里就成了一种行为呢？我的戒是回归戒色本质，以国学思想为指导，通过中庸之道，通过古圣先贤的思想，达到自我约束与管理控制不良欲望，提高思想觉悟，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，实现自我成长和修养。致良知，知行合一。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，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。我们都回归戒色的本质，通过提高思想觉悟，从而影响行为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所以这条视频的核心是希望大家能够正本清源，了解戒色的真正意义。戒色并不是为了压抑本性，而是为了管理欲望，掌控心念，用健康积极的行为去修身养性。戒色的本质是回归自我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面对某一给我打上各种丑陋标签，我不能坐视不管，我会站出来直面这些质疑，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。